AutoHotkey V2 终于在2022年12月20日正式脱离了 Beta 测试版本，正式推出了 V2.0.0 版。V2 最大的改变应该是在脚本的语法上面做的一些变动，它让 AutoHotkey 的语法更加的一致性，而且有完整性，免除了 V1.0 跟 V1.1 里面一些不统一跟奇怪的一些写法。如果你现在才开始决定要学习 AutoHotkey 的话，我建议应该可以直接从 V2 这个版本开始直接学习，这样子学习起 AutoHotkey 的脚本语言会觉得更轻松，更加的统一，不会有混淆的状况。那这一次 V2.0.0 的增强做到了一个很良好的整合性，可以在一个 Windows 的系统里面同时执行 V1 跟 V2 的版本，因此你原先装在你的电脑里面的 V1.1 不必移除，而可以直接把 2.0 给直接增加上去。执行起不同的脚本的时候，在系统夹里面也可以透过 AutoHotkey 的图示很清楚的就可以辨识出哪一些脚本是使用 1.1 的版本，哪一些是使用 2.0 的版本来执行的。 2.0 的版本呢，它的标示里面的 H 呢会是浅绿色的，那 1.1 版本的 AutoHotkey 图示它的 H 会是白色，从这个颜色就可以很清楚的辨识出脚本执行的版本了。另外，如果在执行旧的脚本的时候，它会自动弹出版本选择的对话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自己再选择你要执行的是目前你安装的最新的 1.1 的版本或者是 2.0 的版本。如果希望某一个特定的脚本用特定的版本来执行的话，就是在你的脚本档里面呢要加上 requires 这个新的指引，在井号 requires 这个指引里面指定我要使用 AutoHotkey V2.0， 那么这一个脚本就会使用 2.0.0 64bit 的版本来执行。那如果说你选择了 1.1 的版本的话，它就会使用 1.1 的版本来执行，同时间可以选择我要用 1.1 还是 2.0 来执行。这个对于有很多旧脚本的朋友来讲是一个很方便的地方。下面就简单的来说明一下 V1 跟 V2 怎么样子并存，还有 V2 如果你要安装的时候有哪一些注意的事项。最后我们会再提一下我大概第一时间了解到的一些比较重大的差异，让大家在学习 V2 的时候能够有个很简单的开始。如果你原先的 Windows 里面已经有执行了 AutoHotkey 1.1 的话，在开始安装 V2 之前，最好先确定一下你目前 AutoHotkey 的执行的环境，可以直接把工作管理员给开启起来，然后把工作管理员里面的这个标题的命令列也让它显示出来。透过进入工作管理员以后，有几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启动工作管理员。最简单的方法是直接按下 Ctrl+Shift 跟 Escape， 或者是你按下 Windows 跟 X 以后再选择工作管理员的选项，这样子就可以将工作管理员视窗开启起来。在这个命令列的栏位里面，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 AutoHotkey.exe 到底安装的资料夹是在哪里。那我会建议你在开始装 V2 的版本之前，我先把现有的 AutoHotkey 的整个环境，包含它的子目录全部通通都备份起来，以防万一。我实际上在安装的过程中是发现它整合的很好，并不会影响到我现有的 V1.1 的环境，但是就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为了保险的关系，建议大家还是先做一个备份。当确定了我的 AutoHotkey 的安装的脚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安装 V2 的版本。那 V2 它有两种安装的方法，一个当然就是直接使用它的安装程式，那这个你就直接执行它的.exe 档就可以了。那我这边使用的是使用解开 zip 档的方法来执行的。我把我的 zip 档解压缩到另外一个目录以后，执行里面的一个 install.cmd。那这个 install.cmd 执行起来的时候，它会出现下面这个视窗。首先它会让你确定你要安装的资料夹，那这个资料夹它首先会自动会找出你的 V1.1 的安装目录。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点击了 Browse 要想要更换这个 1.1 的版本的资料夹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提示，建议你最好是把 V2 也装在 V1.1 的资料夹里面。那因此我们基本上应该是只要保持它找出来这个 1.1 的资料夹就可以了，它会把 V2 也装在这一个V1.1 的系统目录里面。好，那如果确定好以后点击 Install， 它就会自动帮我们安装好。那安装完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我原先资料夹里面的 AutoHotkey.exe 就是 V1.1 版的版本，然后在这个资料夹里面它会另外建一个 V2 的子目录。在 V2 的子目录里面的 AutoHotkey.exe 其实它会是一个符号连结，真正执行的执行档是 AutoHotkey
AutoHotkey 64.exe。如果你的 Windows 是比较旧版的，那它另外也有一个 AutoHotkey 32.exe 可以来执行。那这个时候，如果它的 V2 下面的 AutoHotkey.exe 没有指向 AutoHotkey 32.exe 的话，你们可以自己用 mklink 这一个 Windows 的指令，自己再重新做一个新的符号连接。除了 V2 这个资料夹以外，它另外也会建立一个 UX 的目录。那在 UX 的目录里面会有一个 UI-dash.ahk， 那这一个就是它的所谓的 AutoHotkey Dash。再透过这个 Dash， 其实就是一个仪表板的一个程式啊，它可以让你产生新的脚本、做编译，或是找出你的说明文件，或是执行 Windows Spy， 或者是做一些启动所有的一些设定跟编辑器的一些设定，都可以透过它这个 AutoHotkey Dash 脚本来做处理。那下面我们就来说明一下我第一次使用 V2 版本以后发现了几个比较大的一些 V1.1 跟 V2 中间的一些差异。首先观察到的最大的差异就是 literal 已经不再使用。那 literal 是很容易让初学者混淆的语法。那现在它终于告别舞台了，这是一个很值得庆幸的事情。从此以后 AutoHotkey 的脚本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比较成熟、比较正规的一个程式语言的。因为没有了 literal 这样子的使用方法所以通常百分号、变数、百分号的这样子的写法应该也是不会再出现，除非它有一些别的特别需要用这种动态取变数的方法。不然在像个 message box 里面要用百分号、变数、百分号这样的写法，就是已经不能使用了。那下面就简单的来看 literal 变更以后可能会有做了哪一些变动是需要我们来特别注意。assign 的这个赋值的这个运算，等号已经不能使用了。等号基本上以后就是专门拿来当做比对用的一个运算，它不会是一个指派的一个动作。赋值的这个动作就不能用等号，一定统一变成是百分号等于了。百分号、变数、百分号这个方法也不能用，所以它里面的所有的命令其实都已经变成是函数了，基本上就没有命令这种东西了就都是函数了。如果你不需要传回值的这样子的函数，它的这个括号，函数的左括号跟右括号是可以省略，所以我们这边看到这个 run 它其实是函数，所以这个括号你可以省略掉。那传进去的东西呢，你就一定要有这个双引号了，表示是你一个引号的参数，所以一定要这样子写才有办法成功的执行。我们 V1.1 的这个 run 后面的这个 literal 这样子的写法，没有双引号的这样子的写法是没有办法执行的了那这个是观察到的最大的差异。而且还有就是函数区块的部分，现在就是一定要用这个函数区块的写法来写你的热键或是你的热字串的一个程式码的区段。那以前我们可以在 F1 后面不要这个大括号，后面直接写 meaning， 然后最后加上一个 return， 这样的写法已经不存在了所有的设定的内容一定要用大括号把它刮起来，让它变成是一个程式码的区块，这样子才可以来执行。那这个左大括号你可以写的跟你的设定在同一行，或者是在下一行都可以，它这两种写法都可以。那这个是我一开始执行 V2.0 以后发现的最大的差异。其他的差异可能在以后的影片里面再陆续的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今天介绍的 V2.0 的变动。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应该在今年我们就可以陆续的把旧的 1.1 的脚本陆续把它更新到 2.0 了，因为它确实是一个比较正规的一个程式语，对我们的学习执行来讲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了。那么今天就介绍 AutoHotkey V2 到这个地方，希望在新的一年度里面能够跟大家一起学习 V2 的一些新的用法。如果各位觉得我介绍的 AutoHotkey 对你在学习上有帮助的话，请记得订阅、按赞、分享，谢谢各位。